这是我们后端架构设计的第一节课，技术选型。从软件设计的角度上，首先我们要选择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架构，基于所选择的技术架构去做软件功能的实现。我们重申一下，计算机呢是一门艺术，它没有一个确定的公式可以应用并获得结果，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决定什么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我们需要去权衡。当前呢，常用的技术架构呢，就单体、模块化单体及微服务。每种呢架构呢，都对应于不同的需求，针对不同的架构问题所选择的技术架构。这里讲到一个不同的需求，那么基于什么样的基准去判断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架构呢？当然，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每种架构的优缺点，才能做到很好的理解，来评估我们正确以及我们的答案是否匹配我们的不同的需求。单体架构呢，它的优点呢，就是一个大泥球，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逻辑呢就是耦合在一起的一个大泥球架构。就看我们下边这个简单示意图，就是你的订单管理模块，以及你的库存，以及你的产品管理，以及你的结算、报告以及发布、订阅以及通知等这些功能，然后都是耦合在一起的。就说没有刻意的，就是划分，然后去解耦，然后就是这样，所有的逻辑都混在一起的这种架构，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已经过时的，就是那种 SSM、MVC 这种架构。优点呢，它就是内部就是直接的相互调用，然后它没有网络开销。就是模块之间没有网络开销，没有什么那些额外的这种依赖限制，没有什么依赖限制，还有没有什么模块之间的这种网络开销，内部直接相互调用。这种缺点呢，就是它的扩展性差，以及发布周期长，以及开发人员效率慢。扩展性呢，就是当你单体你的应用程序，就说你要扩展的话，只能是挂在负载均衡后面，扩展多个实例，然后处理这种大量这种并发需求。当你数据库需要去扩展的话，那只能是数据库大量这种并发需求。当你数据库需要去扩展的话，那只能是数据库的一个倍数所增加，就是扩展增加多个这种数据库，然后去做这种扩容。也就像我们MySQL 数据库这种框架，就是说 MariaDB 常用的多组这种数据库架构去做这种可以就是说友好的去扩容，不影响线上这种中断啦等等。当然了，它也要遵循
分布式架构的故障的这种 n 减1除2这种故障点这种原则去做去扩容。对，发布周期长呢，就是不论你更改的这个功能有多，就说多小或者是多大，你都必须要去验证整个应用程序的这种就是结果的正确性嘛。就说基于这一项呢，就是就是扔掉单体的一个常见的论点。开发人员效率呢，就说你不管是更改一个多大的一个功能，或者是你的功能多小或者多大，然后你的所有的你开发完结果需要去合并，然后它可能就会有冲突，然后你就需要去跟你不同的开发人员，然后去沟通对齐等等这些。就说你单个的更改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系统的就是应用程序的那个入不同的部分就说单个更改呢就会影响你单个应用程序内部的多个部分，就是不同的部分，就是未知的这种影响。模块化单体呢，它的优点就是被划分了明确的就是划分了这种边界，模块划分了边界，就代码就说解耦可以独立的就说开发，然后发展，结构良好的这种模块化单体呢，可以与微服务以及世界驱动架构以及这种 SOA， 就是说有一样有效的这种架构选项。就说当你划分很好的这种边界模块的这种模块化单体这种架构呢，与微服务以及世界驱动的架构就是等效的这种架构选项。缺点呢，就是模块化单体的它的每一个模块之间的依赖关系是明确的就说模块单个模块的修改或者是更改，它不影响其他模块这种情况下去开发。所以说你的依赖关系模块的边界划分，然后需要有一个深思熟虑的策略去做他们的解耦。很多项目就说你的模块上下文划分缺点呢，就是需要明确深思熟虑的策略，就是划分出结构良好的模块化单体。因为呢模块化单体它的每个模块呢就是依赖关系是明确的，就说你单个模块的更改不影响其他模块的这种开发，所以说要明确一个结构良好的模块化单体的边界划分。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它仍然是一个一起部署的单体，即使你只更改其中一个模块，也往往需要去就说检查或者部署你所有的模块。它们都使用的是同一个数据库单体或者模块化单体。模块化单体解决了单体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才产生了模块化单体呢？我们回顾一下
单体架构，单体架构，模块化单体解决了发布性周期长、开发人员效率慢的这两个缺点。它最终还是个单体嘛，它的扩展呢，去扩展就说，你划分了单个模块，模块之间划分已经做了一个这种离散、这种处理并发的一种方式，基础方式。但是你要是划分了单个模块的这种处理就说并发的话，单个模块的处理并发的话，你还需要扩展的话，你还需要挂在复杂均衡后面。然后你数据库还是使用同一个数据库，扩展数据库的还是一个成倍数的一个成本增加，是吧？微服架构呢，它是基于世界驱动的一种基于世界的去做这种反应，然后完成其工作的一个，就说这种基于一种边界划分明确的一种简单的特定目的的这种服务。就说在这些服务中，然后一些相互的交互，去完成一些更高级别这种流程。通常呢，就说，它的接口呢，就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同步类型的接口，因为微服务跟服务之间它是同步的这种关系。第二种就是组合性的接口，就说服务跟服务之间需要多个服务之间，然后去产生一个流程结果，就是这种组合性的这种接口。第三种就是世界性的这种接口，就是基于松山五和服务这种消息流来完成这个业务流程。三种类型接口为服务，它的每一个服务呢都属于一个有界上下文，就说对这个有界上下文这个域内的，它做了就完成一种特定的角色，就有限的这种就说职责，对，就说在这个域中，它相关的数据，就说它将它处理它本域中的相关的数据，然后将它的更改或者是传达给其他的上下文。优点呢，就是当单体或者模块化单体达到大规模时，选择微服务架构是一个最常见的选项。世界驱动的架构的这微服务架构呢，就是说它从头开始就是水平扩展的，它解水平扩展去构建，解决了这种单体应用程序的数据库扩展问题及应用程序的这种扩展问题，并且它的每一个模块、每一个服务模块，它都是一个单独的上下文，它都是可以独立的开发以及版本发布等等的，既解决了单体的扩展问题，又解决了开发人员效率就发布周期长等这种问题，并且它提高了可靠性。微服务呢，独立部署，它都是很小的一部分，然后它单独的一个修改不会影响到整个应用程序这种单体的这种瘫痪。世界驱动的这种架构呢，就说它任何这种新的，就说任何这种新的事物，它都有两面性嘛。就说你用这种世界驱动这种方式去实现，就说它通过不同的机器上，就说使用多个实例，就增加可能就是发生
故障的这种数量或者类型，就增加了它的数量或者类型，仅仅只是，但是它间接性的提高了你的可靠性嘛。使用多个单独的这种就是划分了明确边界的有界上下文的就是说这种编排，就是说使用了多个单独服务的这种划分了明确边界的这种有界上下文的这种编排，然后在微服务的世界驱动这种架构中，然后每个完全解耦的服务，就是通过这种与技术无关的这种消息传递，这种相互，然后去做这种相互反应，去完成更高级别这种业务流程。类似于下边这个简单的示例图，微服务架构就是既解决了单体的扩展问题，又解决了开发人员效率的慢的问题，又解决了发布周期长，这种单体的这些问题，并且它还提高了可靠性。独立的部分，单个问题不会影响整个框架瘫痪，并且基于世界驱动的微服务呢，它间接性的提高了可靠性，仅仅只是增加了发生故障的这种服务的数量，这种多个服务了嘛，发生故障的数量这种问题。回顾一下我们单体模块化单体微服务，从它的每一个架构的优点、缺点这两方面，然后去做了阐述。我们回到之前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针对不同的每个架构，它都是对应于不同的需求。针对不同的架构问题所选择的技术架构，那么不同的需求基于什么样的几种去做判断呢？所以说不是基于什么样的需求去做这种判断。我的结论是元素类别、用户数量以及交互类型。例如就说不是所有的这种需求它都使用微服务，都适合微服务。比如说你只是一个餐厅的点餐，你模块化单体就可以了，对吧？然后酒店的这种订购，然后你床位本身每个房间就那么几间，你整一个微服务架构也没必要，是吧？像那种小额信贷了等等这些，其实也是模块单体就可以了，没必要去做微服务。当然，取决于你的所服务的用户数量。当你的用户数量以及元素类别，然后就说你的数量增加了，然后你的交互类型比较复杂，这是使用微服务架构第一个需求选项。从需求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元素类别、数据用户数量以及交互类型。离开就说单体架构，的常见原因就是你的单体应用程序达到了一个大的规模时。大的规模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元素类别、用户数量，刚才讲的，还有就是交互类型。总结一下，单体、模块化单体、微服务，它们之间有个重要的共性，就是需要划分明确的这种服务边界。
去解耦代码去独立的这种开发发展，就是需要明确的就是结构良好的模块化单体可以与微服务世界驱动的架构一样有效的架构选项。所以需要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来做服务的解耦，就是确定他们之间的直接的依赖关系，减少他们之间的依赖关系。基于业务功能分解为基础，然后定义这种域驱动设计这种子域划分的服务，然后是最终的一个深思熟虑的策略去划分服务的方法。仅使用业务功能划分太主观化，属于粗理的划分。使用子域分解它客观一些，属于细致的划分。这种子域呢，它相对稳定，为什么呢？它是对你产品的元素，比如说实体、子对象、服务、聚合、存储库、事件等等这些更细腻度的，然后生成这种服务架构，它相对稳定，然后并且能够精确的识别子域，所以说它比较就稳定，然后就是客观、细腻度